媒人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实、话不多、起码1米8的帅哥。见面，人老实话不多，骑上马有1米8的男人。刚到男方家坐了不到10分钟，他奶奶就去世了。他妈死死拽着我的胳膊：“你把我家老人克死了，要么赔20万块钱，要么嫁给我儿子冲冲喜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大年初2，我正窝在床上刷手机。小玉，快起床，姑姑给你介绍一个大帅哥，是你姑父的侄子，要是成了，咱们不就亲上加亲了吗？哈哈哈！多年不联系的小姑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，我妈也紧随其后。去吧，你今年也26了，女孩子年纪越大越不好找。我头疼地抚了抚额，眉头微蹙，烦躁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说真的，上一段感情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，让我对婚姻没有了任何的期待。年前我刚分了手，跟前男友宋木在一起8年，我们大一时一见钟情，我以为我遇到的是纯粹美好的爱情，直到年前我俩谈到结婚的事情。我们那边彩礼一般10万以上，我父母体谅他家困难，提出了6万6的彩礼。宋木指着我的鼻子叫嚣道：“你家穷疯了吗？都要卖女儿了。”我耐心解释，我爸妈会凑够20万让我带回咱们的小家，还陪嫁一套市中心的学区房。宋木嗤笑：“你有个弟弟，谁知道你爸妈会不会把彩礼扣下补贴你弟？除非房子加上我的名字，彩礼和嫁妆都存在我的卡上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婚也不是非结不可。妈妈这几天总是唉声叹气，那个混蛋把你最宝贵的几年青春都耽误了。隔壁李叔家的小敏跟你一样大，现在孩子都满院子跑了。小玉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别等到时候别人给你介绍的都是离过婚带孩子的了。抬眸正好对上我妈满是期待的双眼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终归不忍说出拒绝的话，妥协似的呼出了一口气：“好，我去见见。小姑，您侄子多高啊？见我有兴趣。”小姑喜出望外，起码1米8，人老实，话不多，连恋爱都没谈过呢。咱们今天就去男方家看看。对，去他家看看，顺便给你小姑带些拜年礼物。我妈赶紧附和道，跟在小姑身后来到了男方家。刚一进院子，吓我一跳，黑压压全是人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全都落在我身上，上下打量，小声议论：“长得还行，屁股大，能生养，听说还是什么研究生呢。研究生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相亲、结婚、生孩子。就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”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动物园里的猴子被围观的感受。小姑笑着介绍：“这是我侄女小玉，人不但长得漂亮，还是研究生呢。”狗蛋，狗蛋，人呢？快来！小玉来了，婶子，我在这。循声望去，一个秃头男正奋力挤出人群，我正愣在那，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就这，起码1米8，还帅哥？小姑怕不是对1米8帅哥这个词有什么误解。尼玛，这确实骑上马可能有1米8，目测也就1.65米。我好想转头就跑，可看了一眼里3层外3层的人群，觉得逃跑这件事还是有点难度。狗蛋，你带着小玉去屋里单独聊聊。小姑冲狗蛋喊道。我硬着头皮跟他去了客厅。我觉得你还不错，能配得上我。结婚后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，在家照顾我妈。见我没什么反应，他继续道：“不孝顺我妈的女人我可不要，她养大我不容易。”听着傲娇的口气，我忍不住揶揄：“
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孝子。他没听出我语气中的嘲讽，还以为我在夸他，洋洋自得。那当然喽，另外你都跟人谈了8年了，跟二婚也没什么区别。彩礼我加出11000，不过到时候你得全部带回来，交给我妈保管。另外，让你爸妈陪嫁一套市里的全款房。他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房子得加上我的名字，不然我没有安全感。现在房价一路下跌，我可不想现在买房当冤大头。我脸色沉了沉，我爸妈也不想当冤大头。闻言，他表情有片刻空白，随即撇撇嘴道：听说你家还有个弟弟，你爸妈就是重男轻女，不舍得给闺女花钱，笑死，还玩上离间计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实在没耐心听他瞎叨叨。够，这位大哥，我觉得咱们俩不太合适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我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就响起了一阵杀猪般的哭喊声。我苦命的娘嘞，你咋就这么走了？我起身走向院子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见我走出来，一位50多岁的妇女直接扑上来，拽着我的胳膊：你不能走，你刚来就克死我婆婆，我家这1年的运势都被你破坏了，要么赔20万块钱，要么嫁给我儿子冲冲喜。我愣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今天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我求助的眼神在人群中寻找小姑的身影，可惜无果。这时他家的亲戚也纷纷开口：是啊，这位姑娘，你大过年的就把狗蛋奶奶克死，狗蛋奶奶生前可是最疼狗蛋，你赶紧嫁给狗蛋，给他生个大胖儿子去霉运。狗蛋这人不错的，你们郎才女貌很般配。狗蛋这孩子我可是看着长大的，人老实又能干，在电子厂1个月挣6、7千呢。我的胳膊被狗蛋妈死死地拽着，我使劲地挣扎了几下，奈何他的劲比我大多了，我挣脱不了他的钳制。见状，狗蛋妈竟极其嚣张地冲我笑了一下，好像在说：小样，还敢跟老娘闹。旋即他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2只胳膊、2只脚死死地环住我的1只腿。我苦命的娘嘞，怎么就被这个小丫头克死了？我脑袋一阵发麻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掏出手机，冲着狗蛋妈冷脸道：阿姨，你这样子是犯法的，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。说着，我就开始打电话。狗蛋妈疼的一下站起来，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使劲扔向远处，冷哼一声：我让你报警。我怔了怔几秒，看着面前全是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我的人群，一种无力感瞬间涌上心头，只觉得后背泛起一股寒意。我闭了闭眼，大脑开始快速运转。今天如果硬碰硬，吃亏的肯定是我必须服软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思及此，我努力扯了扯嘴角，挤出一个笑容。我也觉得狗蛋这人挺不错的，可婚姻毕竟是大事，我得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小玉，你真觉得我不错？狗蛋满脸兴奋地冲过来，抓住我的手。我强忍着恶心，违心地点了点头。不行，他这是想离开咱家才这样说的。狗蛋妈尖叫着，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拿眼刀子戳我。我稳了稳心神，开口道：阿姨，我爸妈知道我来这里了，一会他们也会找过来的。我又放柔了声音，转头看向狗蛋：狗蛋哥，你刚才不是说想让我家买一套市里的房子吗？我也得找我爸妈商量商量吧，毕竟是他们出钱。闻言，狗蛋和他妈的眼里瞬间亮起了贪婪的光。狗蛋妈的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后，一拍大腿：今天让你走也行，你回家好好准备准备，过2天我带狗蛋上门提亲。我捡起手机，逃也似的离开了他家。
刚一回到家，我爸妈就热情地迎上来：“怎么样，小玉？”迎着他们希冀的目光，我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。爸妈立刻慌了神。我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爸妈。我每说一句话，他们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你小姑太不靠谱了，怎么介绍这么个人家？妈妈沉着脸说。沉默寡言的爸爸哆嗦着手拿出手机拨打小姑的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手机已关机。电话里传来机械的女音。我找他去，一向好脾气的爸爸脸上也有了愠色。爸，我也去。想起刚才受的委屈，我心头的怒气瞬间升起。想了想，我叫上了堂哥堂弟和叔叔伯父一起去。来到小姑家门口，好家伙，铁将军把门！我突然想到，狗蛋奶奶是小姑的婆婆，那她现在极有可能在狗蛋家。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赶往狗蛋家，走进院子一看，灵堂已经搭好，陆陆续续有人过来吊唁。见此情景，我爸他们也不好发作，就找了人问有没有见到我小姑，都说没见过。我指了指狗蛋的妈，我爸明白过来，向他走去。我女儿小玉和你儿子的事，我们做家长的觉得不太合适，你们也不用上我家提亲了，你们再向其他人吧。闻言，狗蛋妈眼里闪过狠厉，刚想发作，扭头看到了站在我身后的堂兄弟和叔伯，他不悦地撇撇嘴：“你们走吧，这事以后再说。”他的这句话让我隐隐有不好的预感，可我没想到他们家会如此不要脸。因为这件事的影响，我想提前2天回城里上班。初五早上，我收拾好行李箱，刚准备出门，就听到门口一阵吵闹声。推开门一看，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。门口正中间坐着一个中风的老人，浑身一股尿骚味，嘴歪眼斜，正一边流着口水，一边含混不清地指着我家大门哭诉：“这家女儿克死我老伴，答应了我孙子，又出尔反尔要退婚，我们跟他家没完。”见我出来，老人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向我扑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就是这个小贱人！”我本能地向旁边一躲，随着哐当一声，老人一头栽在墙上，头上的血涔涔地往外流。天尼，打老人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！狗蛋妈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出来，我被这一幕吓坏了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爸妈听到动静走出来看看，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。他们转头看向我，好像在问怎么回事。我哆嗦着嘴唇：“爸妈，不是我，是他朝我撞过来。”我向旁边躲了一下，妈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手，以示安慰。还是老爸冷静，他掏出手机报了警。在派出所，我极力辩解，我没有打老人，是他自己撞墙上的。狗蛋妈冷笑一声：“你说不是你打的，你有证据吗？”这个问题真把我问住了。我家周围没有装监控，周围看热闹的人好像一个也不认识，看来他家这次是有备而来，看见我吃瘪。狗蛋妈嚣张地笑出声：“要么赔我家老人医药费20万，你打到他的可是脑子，以后脑子有任何不舒服，你都要负责；要么你就同意嫁给狗蛋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我们就不计较这么多了。”闻言，我爸气得浑身发抖，脸上青红不定，双眼猩红。狗蛋妈开始阴阳怪气：“哟，还想打人？要怪就怪你没把女儿教好，年纪轻轻就说话不算话。她都跟人谈过8年恋爱了，跟二婚的有什么区别？也就我家狗蛋不嫌弃她，她还挑上了。”我气得浑身血液直冲头顶，再也忍不住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：“那天你死拽着我不让我回家，我才说回家跟我爸妈商量商量，
当天我爸是不是亲自上门告诉你，我跟你儿子不合适？你为什么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赖上我了？我歇斯底里的大哭了起来。有个女警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递给我一张纸巾。我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派出所建议我们双方调解。老爸额头青筋直跳，恨恨说道：就算我砸锅卖铁赔钱，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跳火坑。狗蛋妈还在大放厥词，那就赶紧砸锅卖铁去吧，我家狗蛋还等着钱娶媳妇呢。看着他一副无赖相，我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肉里，钻心的疼痛暂时压住了我想掐死他的冲动。因为太愤怒，我的颊肉被自己无意识咬烂，口腔中弥漫着浓厚的铁锈血腥味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别人都踩在我脸上了，我必须得反击了。我知道唯一的突破口在狗蛋身上，可是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想到了我的发小，他家好像有个亲戚就住在狗蛋村上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发小一听我的遭遇，他那颗八卦且正义的心本能地燃烧起来。其实我跟发小也好几年没联系了，高中毕业后大家就各奔东西，我们的关系早就疏远了。但刚刚他的这句话，仿佛又忽然把我们的关系给拉近了。我心里涌现一股暖流，连带着这几日的阴霾也散去不少。不到半天的功夫，发小就带来了几个重磅消息，这些消息宛如平地一声雷，惊掉了我的下巴。我给狗蛋打过去电话，刚接通，电话那边就传来一阵阴阳怪气：王玉，你不是看不上我吗？怎么屈尊降贵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努力让声音变得平静。我想请狗蛋哥吃个饭，当面道歉。真的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对方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兴奋。当我赶到饭店的时候，人家已经点了满满一桌子硬菜，还开了一瓶茅台。我的心在滴血，这一桌子没有个大几千拿不下来。看来这个狗男人今天要打算狠狠宰我一顿了。我把手伸进包里，摸了摸录音笔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又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。你怎么来这么慢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他一边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边不悦地冲我说道：我哪能跟狗蛋哥比？年纪轻轻就是有车一族了。我是坐公交车来的。我看着他放在桌子上的汽车车钥匙，假装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这一招果然有用，狗蛋满面春风。那是，我初中毕业就出去闯了，这几年也积攒了一些财富。你狗蛋哥还是有些实力的，可你一开始竟还看不上我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这杯酒我敬狗蛋哥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忙倒满他面前的酒杯，看我这么上道，狗蛋喜不自禁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一杯酒下肚，狗蛋的眼神逐渐迷离。我稍稍侧头，竭力让眼神看起来透着清澈的愚蠢。哎，我一想到阿姨说是我克死你的奶奶，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。我这种倒霉体质怎么能配得上狗蛋哥呢？哈哈哈，你真是傻得可爱。狗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亏你还是个研究生呢，这迷信的一套你也信，怪不得你小姑说你读书都读傻了。我立马又倒满了狗蛋面前的酒杯。狗蛋哥，我再敬您一杯。我确实才进入社会1年，很多事情都没经历过，不像狗蛋哥见多识广，还请您指教。他眼底浮起一丝不忿，哼，你姑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早些年借了我家5万块钱，他跟我叔带着钱就去了外地，拉黑了我家里人的所有联系方式。这不年纪大了，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了，
就厚着脸皮回来了。我妈找他要钱，他两手一摊，说没有，说可以给我介绍个对象，若成功，这笔钱就一笔勾销。大年初一早上，我奶奶吃完饺子就说有点不舒服，要去睡一会，结果这一觉就睡过去了。你小姑和我妈就商量，先不把这个消息往外透露，等第二天安排你来我家相亲，要是你相不中我，就说你克死了我的奶奶，让你赔20万，赔不起就只能嫁给我。虽然发小已经简单的告诉过我这件事情，但此刻听狗蛋详细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的心里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她可是我爸的异母同胞的亲妹妹呀，为了5万块钱就这样把我卖了。不过她这么做，我大概能猜到一些原因。小姑也有一个女儿，也就是我表妹，和我同岁，从小亲戚就自然而然地把我和表妹放在一块比较。我长得白白净净，学习上也总是考第1名，而表妹像个假小子，学习成绩永远都是倒数，就连过年发压岁钱，奶奶也总是给我500，给表妹100。久而久之，小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在我考上985大学的那个暑假，就彻底和我家不联系了。人性最大的恶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那些生活中看似很亲密的人，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。尽管我内心已极度愤怒，但面上仍装的云淡风轻。小姑也是为了我好，毕竟我也老大不小了，再拖下去，像狗蛋哥这样优秀的单身青年就碰不到了。闻言，狗蛋眼角眉梢都染上了一层笑意，伸手就来抓我的手。小玉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我强忍恶心，娇羞地点点头。只是因为你爷爷的事情，我爸跟你妈闹得很不愉快，他不会同意我们的事情的。我爸现在还在到处借钱，要赔你爷爷的医药费呢。我故作伤心，小声啜泣。狗蛋哥，我其实并没有碰爷爷，只是他向我扑来时，我往旁边一躲，他就自己撞到墙上了。狗蛋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双眼迷蒙着水雾，楚楚可怜地抬头看向他。相信，相信。你这么单纯，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？其实是我妈让我爷爷那样做的。狗蛋纠结了一会，开口说道。对此我并不诧异，这完全符合他妈的做事风格。我掏出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，吸了吸鼻子。如果我的领导和同事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。毕竟他们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现在找一份工作，你不知道有多难。我一会就去派出所说明情况。狗蛋站起身，拍着胸脯保证。我装作一脸感动的样子，再次倒满了他面前的酒杯。狗蛋哥这么好的人，这么些年怎么就没遇到合适的姑娘？我小姑说你还没谈过恋爱呢。他端起酒杯，再次一饮而尽，脸颊潮红，舌头也开始打结。谁说的？老子18岁就碰过女人了，那个臭娘们嫌弃我没钱，不愿跟我，老子就把她给嘿嘿嘿，你懂得。没想到老子这么厉害，第一次就把她搞怀孕了。她生下了一个女孩，扔给了我家就跑了。我现在的妹妹其实就是我闺女，哈哈。这个反转属实惊讶到我了，不过想想确实有可能。现在农村大龄男光棍一抓一大把，更别说这种未婚就带着孩子的了，就更难找媳妇了。狗蛋他妈可不得好好替他瞒着。这时我包里的手机嗡嗡响了起来，我站起身。狗蛋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好的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他好像有点比我还着急。我转身去了洗手间。电话那端传来发小兴奋的声音：小玉，
我竟然在我的行车记录仪里找到了那个老头自己撞墙的视频。真的，我难掩喜悦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被冤枉的滋味真不好受，尤其看到老爸老妈大过年的还到处帮我筹钱，心里跟针扎一样痛。说来也巧，那天我开车去走亲戚，路过你家门口时，看到有老人在你家门口大吵大闹，就放缓了车速，正巧拍到了那一幕。谢谢，谢谢，我太开心了，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我平复好心情，躲在柱子后面观察起了狗蛋。他竟然慌里慌张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纸包，先左右看了一下，见没人注意自己，就快速端起我面前的水杯，把纸包里的东西倒了进去。倒完后，又一边左右看了一下，又一边用小勺子搅拌水杯的水。我扯起嘴角，冷哼了一下，看他这熟练程度，绝对不是第一次了。坐在旁边座位的堂哥已悄悄将狗蛋做的这一切用手机录下来了。我走过堂哥身边时，他偷偷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看到我走来，狗蛋异常热情：“小玉，你口渴了吧？赶紧喝杯水。”哎呦，我头晕得很，可能是刚才喝了酒的原因，我得找个酒店休息一下。狗蛋哥，还得麻烦你送我一下。好好好，狗蛋兴奋得满脸通红，眼睛里是遮不住的欲望，也顾不上那杯加了料的水了。我踉踉跄跄地起身离开，狗蛋殷勤地跟在旁边扶着我，堂哥也悄悄地跟上。我眉尾一挑，好戏要开场了。狗蛋一路带着我走到他车前。狗蛋哥，你喝了酒，不能开车，要不叫个滴滴吧？他嗤笑。这是在农村，哪有什么滴滴？放心，大过年的，交警也在走亲戚，哪有闲工夫查酒驾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有哥在，什么事都没有。赶紧上车吧，哥等不？哦不，你不是太难受吗？赶紧的吧。他粗鲁地将我推进了后座，重重地关上了车门。刚驶出500米，迎面开来一辆警车，逼停了狗蛋的车。你好，同志，请接受酒驾测试。狗蛋的脸上瞬间血色褪尽。最终，狗蛋因为酒驾被抓了。他爷爷知道后，急火攻心，一命呜呼。他妈知道后，鬼哭狼嚎，到派出所要人。一警察警告他，让他赶紧离开。他哪是听话的人，一屁股坐在办事大厅的地板上，披头散发，双腿直蹬，将撒泼打滚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大家快来看看呐，黑心警察呀，大过年的抓我儿子，不让我们家好过。一位警察好心过来想扶他起来，他竟像只狗似的啊呜一口咬在了人家胳膊上。警察忍无可忍，给他戴上了银手镯，并赢得了派出所免费5日游。但5日哪够啊，我要给他超长续期。我把收集到的所有证据交给警察，告狗蛋妈敲诈勒索，告狗蛋下药害人未遂。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小贱人，你把我们一家害惨了，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错了，害惨你们全家的是你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唆使老的少的跟你一起为非作歹。我眸光犀利地看着他，他脸色惨白。不是的，不是我害的狗蛋，我最爱他了，我怎么会害他？狗蛋一家成了当地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狗蛋娘真不是东西，这样害人家姑娘，哎，还不是现在农村太难找媳妇了。我情愿儿子打光棍，也不会做这样缺德的事。这下好了吧，遭报应了吧？就是可怜了，家里还有个小女儿，没人照顾。我爸这几天一直给我小姑打电话，但一直打不通。我爸怒火中烧，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，小姑，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，为了5万块钱，伙同外人把自己的亲侄女
往火坑里推。从今往后，我王志没有你这个妹妹，我们断绝兄妹关系，还请各位亲戚做个证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亲戚们都纷纷谴责小姑的恶劣行径。小玉是重本重硕毕业，又是在事业单位上班，给她介绍个初中生打工仔，她小姑是怎么想的？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？见不得别人好呗。她自己的女儿就是嫁给了一个在电子厂打螺丝的初中毕业生。婚姻还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，不仅仅指经济条件，还包括个人思想和认知。我大姑啊，我妈、弟妹以后可不敢催孩子相亲了，孩子只要过得开心快乐，就顺其自然吧。我妈、大姐说的是我太着急了，即使要找，也要找知根知底的人家。爸妈得知发小在这件事中对我的帮助后，坚持要请他过来吃饭，并叫上堂兄堂弟作陪。饭桌上，我爸妈不停地给他夹菜，一直说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小飞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我妈老毛病又犯了，没有。婶，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呗？发小嬉皮笑脸道。你有啥要求？我妈还真认真了，如果能像小玉这么优秀就好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小玉。一语落地，桌上的人都停止了吃饭的动作，全都意味不明地看向我。我的脸瞬间滚烫起来。我说的是真的。那时小玉学习成绩好，我学习不好，觉得配不上她，更怕耽误她学习，所以迟迟没有表白。后来我努力了2年，才考上小玉所在的学校。可那时小玉已经有男友了，我只能将这份喜欢藏在心底。她自嘲地扯了扯嘴角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想光明正大地照顾她，保护她。叔婶，你们二老觉得怎么样？他话锋一转，我们觉得不错，都是知根知底的，你们可以试着相处一下。妈妈赶紧表态，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她又补充道：这件事我们完全尊重小玉的决定，只要她开心就好，我们当父母的不过多参与。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对发小的好感与日俱增。他再也不是小时候追着我欺负的鼻涕虫小男孩了，他已经长成可以保护我的大男孩了。迎着所有人殷切的目光，我娇羞地点了点头。饭桌上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高潮。后来听说隔壁村一姑娘去警察局告狗蛋多年前侵犯了她，并将狗蛋家的那个小女孩带走了。我那个一直联系不上的小姑也终于现身了，原因是小姑父受不了亲戚们的指指点点，就跟小姑离婚了。小姑哭着求爸爸原谅，说她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爸冷冷地回她：滚。再后来我跟发小结婚了，有了宝宝，过上了平凡且幸福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